我躲在衣柜里，身体微微颤抖。小姐，您觉得房子还算满意吧？我听见那个男人开口了，相当满意。女人答道，现在房租这么便宜的，真是不多了。毕竟我不是靠这个吃饭的，不必收那么多。我透过衣柜的缝隙看到了那男人的脸，相貌平平，并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。不过，女人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些焦虑。我听说这附近经常有小偷光顾啊。我心中一惊，心跳不自觉地加快。该死，这女人说话真是不合时宜啊！这倒是不假，我们这管理的也不好，无业闲散人士也多，没办法呀。男人叹道。男人的声音刚响起，忽然又停住，似乎变得有些不安。小姐，咱们先出去一下。怎么了？女人疑惑地发问。小姐，我们出去说好吗？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很急切，带着一丝颤抖。听见防盗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终于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擦了擦头上的冷汗，终于走了。短短20分钟，如同世纪般漫长，我的全身上下都已被冷汗浸透。那个男人才是真正的小偷，而我是本应接见那个女人的房东。我有些眩晕。关于那个男人，我早就见过了，是个偷盗的老手。可我没想到他会摸到我家。就在20分钟前，我在卧室里刚要午睡，却隐约听见一些响动。打开门一看，那男人正翻着我家的东西，手上拿着一把尖刀。他没有收获，转身朝我的房间里走来。我险些叫出声，好在他没看见我，我便躲进了衣柜里。他应该观察我很久了，他知道我每天中午都不在家，可我今天却一反常态，这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就在那时，门铃突然响了，那男人的脚步声停了，紧接着便去门口问道，是哪位？啊，我是要租房子的那个呀，昨天咱们还联系了呀。一个年龄不大的女生响起。我没想到那个小偷竟然顺理成章地演了一出戏，真是荒诞可笑。谁让我和那姑娘没见过面呢？我掏出手机打算报警，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男人会不会对女孩不利。可我又想起刚才那诡异的一幕，那个男人完全可以等姑娘走后便将我家里洗劫一空，为何突然就要出去？大街上，李先生，刚才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一下子就把我拽出去了？女人不解道。男人还没从惊恐中恢复过来，喘了几口气。你猜我刚才看见了什么？女人仍是不解。那个茶几上有一把手术刀和铁钳。男人一字一顿地说，声音颤抖。手术刀和铁钳又怎么了呢？那不是你家的吗？不，你难道没听过最近的那些案件吗？近日有4起女性被杀事件，被害人的脖子被割破，随即又被凶手剥下脸皮，手指被铁钳生生扭断。女人想起了这条报道，被害人都是在家中遇害，凶手先是入室潜伏，待时机成熟对被害人施虐。男人皱起眉头，凶器是手术刀和铁钳。男人忽然想起自己撬开防盗门之前，发现防盗门似乎就有被撬过的痕迹。难道是？我擦了擦汗，打算推开衣柜门走出去，忽然怔住。刚才因为过于紧张，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那2个人的对话上，却忘记了自己的处境。那时为了躲避小偷，才急忙躲进了这里，并没发现异常。可现在我却有了些感觉，衣柜里并没有多少衣服，空间也较为充足，可我感到很拥挤，就像多了一个人。我屏住呼吸，此时除了我的心跳声以外，还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微弱呼吸声。我朝右手边望去，黑暗中隐约看见一张脸，仿佛在朝我笑，笑得很诡异。凌晨3点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你叫的代驾到了。这通电话一下让我从睡梦中惊醒，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坐了起来，紧紧盯着黑漆漆的房门。没人敲门，但电话另头又传来了声音，你的代驾到了，麻烦出来一下，将车钥匙给我。我迅速地将电话挂断了，脑海中不停地搜索着关于代驾的事情。可昨天晚上只是在外面和朋友喝了些酒，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感叹自己有车子，但是喝了酒开不了的痛苦，之后便自己走了回来，再然后便记不清了，只感觉脑袋晕沉沉的。我壮着胆劲悄悄地走到了门前，透过猫眼往外看去，果然门外站着一个身穿黑色高领便衣，头戴鸭舌帽，嘴上戴着口罩的男人，看着正出神。门口那男人突然的靠近猫眼，你应该就在门口吧，赶紧出来吧。我吓得一激灵，手上的手机突然掉在地上，在宁静的夜晚中显得格外的刺耳。没有办法，我只好回应道，你走吧，我现在不需要了。有病！男人骂道。过了片刻，在猫眼中便看不到那男人的身影了。我回到了床上，心中还是一阵心悸，到底是谁帮我点的代驾呢？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恶作剧？在自我猜忌中，我睡了过去。第二天，我几乎问遍了所有知道我住址的朋友，可却是一无所获。我愈发的感觉到事情的严重，索性便打算去朋友家住。也是因为凌晨发生的事情，让我产生了不安。小丽来了，我快速收拾了一些日常用品。小丽看着我收拾的这么快，随口说道：“收拾的这么快，田一，你该不会是和你新交的男朋友吵架了吧？”男朋友？什么男朋友？
我下意识地回答道，就是昨天你喝醉酒把你送回去的那个男的，还别说长得倒是蛮好看，田姨你真有眼光。小丽还没有说完，我就已经愣在原地了。男朋友，昨天把我送回家的，我昨天不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吗？我的心脏开始剧烈的跳动，昨天居然有个陌生的男人送我回家，那他会不会趁我意识模糊的时候，我不敢再往下想了。小丽看着我有着惊恐的表情，也多多少少意识到了。田姨，小丽将我唤醒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了？我没有正面的回答她，只是愈发的焦急，甚至有一丝眼泪在打滚。小丽，你别问了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快点去你家里好吗？小丽看着我焦急的样子，也没有多说，便和我一起来到了地下室中的停车场里。小丽开车带着我来到了收费口，看了我一眼，可我却发现自己的手机忘记在家中的鞋架上了。我慌了，这代表着我要重新回到那个家中拿手机。我有些惊恐地看了看小丽，我手机忘记拿了，钱都在那个上面。那你去拿呀，愣着干啥？小丽似乎看出来我的犹豫，便说道，要是你能开车的话，我就帮你去拿，毕竟我们已经排队马上要过停车场出口了，后面还有车。想到这里，我也没有再多说，只身一人就回到了家的楼下。我在心中不停地暗示自己只是开门拿手机，然后就离开，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我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。家在12楼，我点开马上关闭的电梯，应声打开，里面还有着一个长相秀气的男人。不过我现在并没有心情去欣赏，只是按下了12层的按钮，而那个男人按下的是13层的按钮。正在我心中疑惑什么时候13楼还有这样一个帅哥时，电梯依然来到了12层。我忐忑地来到了门口，并反复在心中消除自己的恐惧。打开门，由于现在是晚上，屋内漆黑黑的，朝着四周看了看，并没有什么异样。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正想顺手抄起鞋架上的手机时，突然我感觉到脖颈有一阵火辣的疼痛感，紧接着就是强烈的窒息感传遍全身，血涌上脑。我惊慌的想要挣扎大喊，可是嘴里发不出任何的声音。我身体一软，意识陷入了黑暗。再次醒来后，身体的疼痛感让我一下子清醒了不少。我看了看四周的环境，这是在我的家中，我被紧紧地绑了起来，身体动不了了。你终于醒了。黑暗中突然出现的身影让我的心脏一下提到了嗓子眼。身穿高领黑色便衣，鸭舌帽加口罩，是那个代驾。看清后，我的瞳孔也不由一震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绑架我？你知不知道这样是犯罪的？我恼怒地说道，心中的恐惧也消减了不少。那黑衣男没有正面回答我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，现在你的命在我的手上，不要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。我身体一僵，我本是打算先拖住他，等到小丽发现事情不对劲时一定会回来的。我故作镇定，你打算干什么？黑衣男冷冷地笑出声来，随后双手抱着头开始失声大笑起来，整个人疯疯癫癫的。我的脸色也愈发的难看了起来。我不怕被绑架，但我怕绑架我的人是个疯子。在我惊恐时，黑衣男说了一句令我琢磨不透的话，只有杀你们，我才有活下去的可能。近乎疯狂的语气，他朝着我走来了，手上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把菜刀，在我的惊呼中朝我砍了下来。和想象的不同，我并没有感到任何的疼痛，只是感觉身体异常的疲惫。我慢慢的闭上了眼睛。你的代价到了。一通电话声让我猛然的惊醒，我睁大了眼睛，惊恐的看着周围的环境，发现那黑衣男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，而我此时却回到了床上。你的代价到了。一通电话声让我猛然的惊醒，我睁大了眼睛，惊恐地看着周围的环境，发现之前杀了我的黑衣男不见了，而我此时已经回到了床上。我没死。就在我还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时，电话那头又重复了一遍，你的代价到了，麻烦出来一下，把车钥匙给我。那熟悉的声音让我打了一个激灵，我看向手机，上面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，却被标注为代驾。这熟悉的一幕让我感到疑惑。我站起身走到了漆黑的门口，透过猫眼，我看到了诡异的一幕，还是那个身穿高领黑色便衣，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男人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我又回到了凌晨3点？我抱着疑问拿起了手机，果然上面显示着凌晨3点。我只感觉一阵恍惚，你应该就在门口吧，赶紧出来吧。我的心跳骤然提升，你走吧，我没有交代价。有病！男人骂道。我开始意识到只有我一个人回到了那个时间点上。在惊恐之余，我想到了之前小丽对我说的话，这个男人进过我的家。我立马紧锁房门，坐在床上惊恐地等待着天亮。第二天，我便联系了开锁公司，将我的门锁换了一个，并且提前就收拾好了我的行李。在没有提前说的情况下，我一个人打车来到了小丽家。敲门之后，小丽便很快就开门了，只是看到了我有些惊讶。很快到了夜晚，我迷迷糊糊之中好像听见了小丽下床的动静，没有多想，我再次沉睡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周围飘来一阵阵浓雾，把我呛醒，映入眼前的便是一片火海。我发现小丽并不在这里，火势迅速蔓延，可见度急剧的下降。我想逃离这里，可所有的去路都被封锁了起来。我瞬间慌张地蹲在了地上，很快我清晰地感受到来自每一寸肌肤的撕裂感，随即陷入了黑暗。再次醒了之后，我又回到了那天凌晨。你的代价到了。无尽的轮回让我崩溃了，心力交瘁的我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折磨。鬼使神差的我拿上了厨房的菜刀，打开了门。门外那黑衣男见到我明显愣了一下，显得很意外。我眼神空洞地看着黑衣男，心中的恐惧也消减了不少。没有犹豫，我抬起拿刀的手重重地砍了下去。在黑衣男的一声尖叫中，他死死地倒在了地上。看着倒在地上没有动静的黑衣男，我一直悬挂的心终于舒缓了几分。这一晚我睡得很香，但还没有迎来白昼的黎明，便感到眼前有着一阵火光。我嘶吼地大叫着，任由火势蔓延至全身，仿佛感受不到痛觉一般。我带着焦黑的皮肤跑到了电梯口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小丽。
他正拿着一罐红色的油桶朝着安全出口走去，像是感受到了我的注视，他回过头来与我对视，原先冷漠的神情变得惊恐，也不顾手上的油桶，转身就跑。他想杀了我。我脑海里的小人不断的述说着，我只感觉脑袋要炸了一样。够了！我怒吼出声，眼中也彻底的红了起来，拿上了手中不知何时出现的菜刀。我大步的朝着小丽的方向走去，一刀落下。我看着她定格在那煞白脸上恐惧的表情，我放声大笑，随即眼前一黑，身体软倒在地。我再一次陷入黑暗，而这次时间变得格外的漫长。当意识逐渐被唤醒时，我只看见了一个人影站在我的面前，是一个身穿白色大褂的女生，大褂紧紧的将全身包裹，好像只有头是裸露出来的，而她此时正在看着我。你终于醒了，黑衣。我刚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但很快我便愣在了原地。黑衣，黑衣是谁？是那个代驾吗？他为什么会叫那个代驾的名字？我的大脑要炸了，我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女人。突然，我猛掐住她的喉咙，眼神中只有无尽的决然。她像是没有想到我会这样，就连反应的时间也没有。她痛苦地哽咽着什么，像是在说什么话，但我并没有放过她的意思。为什么要叫我黑衣的名字？为什么要叫我一个杀人凶手的名字？我狂躁地大喊道，但这几声似乎引动了什么。在我面前的大门突然打开，从外面走进了一个长相偏老的老者，同样是紧紧穿着白色大褂。他看着我，田姨，你不要激动，他并不了解你现在的情况，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。你先把他给放下来，我就告诉你在你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那老者沉声道。我思考了片刻，还是将他放了下来，不是因为我心软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在即将掐死他的瞬间，我似乎也看到了死亡，而那种感觉随着我将他放开，正在衰减。女人费了好半天才缓过气来，老者将他带到自己的身后，转向我说道，田姨，你其实是我们医院的病人，而你患有的是多重人格症和被害妄想症，你身上有着数名人格，相信你在刚刚治疗的过程中也发现了，这种症状往往会在你的身上不定期的转换人格。也许现在你是田姨，但下一刻你也有可能是黑衣。现在你的情况药物根本不能改善，所以为了保护你和其他人的安全，迫不得已只能将你关在这里接受治疗。那老者看着我说话像是带着魔力般，我看着他有些失神了，似乎在我的心里对这个老者就有着莫名的尊敬。我平静地点了点头。老者见我不再狂躁，并从口袋中拿出了一个白色药物，这个是帮助你治疗的药物，你将它吃了就好。说完，老者将药物递到了我的手上，我犹豫一会儿，还是将那颗药物吞了下去。很快我就感觉到眼皮传来的重量，全身都使不上力气，只能躺在床上看着眼前的两人。视线首先从我的身上那白蓝相间的病符划过，再到了那老者和女人拖鞋处，紧接着是白色大褂下的一丝蓝色的条纹，最后视线移到了两人充满笑容的脸上。吃吃，脑中一阵电流声穿过，我陷入了昏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意识在黑暗中被一阵细小的声音吸引，随着距离的加近而变响。终于我听清了，你的代价到了。我是个小偷，而我现在却躲在衣柜里主动报了警。快来救救我！我压了压帽檐，抬头瞄了瞄四周，迅速将手里的宣传单卷起来，卡在马吉小区1203住户的门把手上。1204门把手上的宣传单还在，这是我3天前放上去的，依旧保持着之前的模样，说明住户已经至少3天没有回来过。我的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。我叫唐玲，每天穿梭在附近小区各楼层发传单，不过这并不是我的主业，我的主业是小偷，门把手上的宣传单就是我的信号弹。入夜，我穿戴整齐，拿着工具再次来到马吉小区。之前我已经观察过了，这个小区没有监控，于是我大大方方走了进去。我熟练地打开1204的房门，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扑鼻而来。我轻轻关上房门，凭借头灯熟悉屋内环境。鞋柜里都是女性的鞋子，卫生间里只有一套洗漱用具和女性化妆品，可以断定住户是独居女性。我顿时放松下来，在屋子里搜索着值钱的东西。随后我便在大衣柜底层发现了一个沉甸甸的首饰盒，打开一看有些傻眼，里面竟然不是首饰，是2根金条。这姑娘还真是不一般。我将金条放进口袋，然后将首饰和原位置放好，关上衣柜门准备撤退。可当我刚走到门口，竟然听到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。不好，有人来了！我的头皮瞬间发麻，情急之下直接躲进了大衣柜里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下一秒是房门被关上的声音，紧接着屋子里亮堂起来。由于衣柜正对着门口的方向，所以透过衣柜门缝，我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屋子里的情况。我看到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女人，她放下皮包，甩掉脚上的高跟鞋，坐在沙发上开始揉脚后跟。大约过了1分钟，女人从沙发上站起身，径直朝衣柜走了过来。我冷汗呼的一下冒了出来，暗道一声不好，如果女人拉开衣柜门发现我怎么办？将她打晕然后逃走，还是跪地求饶？女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。女人的手已经碰到了衣柜门，我紧紧咬住嘴唇，将扳手用力攥在手里。突然间，女人的电话铃声响起，女人迟疑了一下，手松开了柜门，转身去接电话。我一只手捂着快要跳出胸膛的心脏，一只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，幸好只是虚惊一场。干嘛？我刚到家。
女人用甜的发腻的声音接起了电话，对方应该是女人的爱人，她对着电话在撒娇。既然想人家，就来看我啊，我做好宵夜等你啊。女人愉快地挂断电话，还有一个男人要来，那我岂不是更走不掉？原本我还想着等女人去卫生间或是睡着时离开，现在难度系数更大。我躲在柜子里心乱如麻，掏出手机看了看，周鑫依旧没回我消息。我咒骂了他几句，周鑫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们算是雌雄大盗。刚刚我就给他发过求救消息了，以往他营业时遇到困难都会给我发消息求助，我会按他的提示来到客户家里，以推销员的身份纠缠客户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帮周鑫脱身。今天我被客户堵在家里，他却没了音讯。客厅里，女人正拿着一瓶红酒倒入2只高脚杯中，她似乎心情很好，端起其中的一杯小酌了一口，在杯沿上亲了一下。接下来的画面会不会很香艳？如果我用手机拍下来，能不能卖个好价钱？我伸手拍了拍脸，强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，眼下脱身才是最要紧的。终于，女人赤脚走向了卫生间，我猜她是去洗澡。果然，下一秒传来了哗哗的流水声。谢天谢地，我蹑手蹑脚地从衣柜里出来，高抬腿轻落脚到了门口。我还没来得及开门，门口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我是个小偷，而我现在却躲在衣柜里主动报了警。快来救救我！我蹑手蹑脚地从衣柜出来，走到了门口，还没来得及开门，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把我吓了一大跳。我连滚带爬地逃回衣柜，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儿。静静，是我，你的小甜心。门外传来了男人温柔的声音，卫生间里的水声戛然而止。女人裹着浴巾缓缓地走了出来，然后打开房门。男人捧着一大束玫瑰花，恰好挡住了她的脸。久等了吧？我刚才特意去花店给你买了花，我猜你一定会喜欢。我很喜欢。女人笑盈盈地接过他手上的花，踮起脚吻了男人的脸颊。女人让男人进了屋，我还注意到他随手将门反锁，来到酒柜前。女人把红酒递给男人，男人借着拿酒杯的由头将女人拉进怀里，开始对她动手动脚。躲在柜子里的我五味杂陈，本来只是想偷个东西，没想到吃了一顿狗粮。别人的男友费尽心思讨女友欢心，我的男友连个人瘾都没有。这个周鑫果然很狗。你比玫瑰花香，比红酒更醉人。男人暧昧地说，女人娇笑着躲闪，二人调笑拉着肩碰掉了吧台上的酒杯，啪的一声脆响，吓得我缩了缩脖子。别动，我来弄。男人恋恋不舍地松开女人，拿起扫帚收拾地上的残局。男人一直背对着我，看不清他的长相，可我总觉得他的背影很熟悉。女人把手里的酒杯递了过去，男人笑着接过去，一饮而尽。这一次，我终于看清了男人的脸，是周鑫。我惊讶地捂住了嘴巴，他竟然劈腿了，心像被人用刀子捅了一个窟窿，冷风嗖嗖地往里灌。我气得咬牙切齿，一拳砸在柜门上，狭窄闭塞的空间里发出砰的一声闷响，让我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。我怎么忘了呢？自己除了是周鑫的女朋友，还是一个贼。衣柜里有动静。周鑫指着衣柜对女人说，周鑫这个混蛋，我现在出去会不会被这对狗男女灭口？我新买了一套情趣内衣，就在衣柜里。女人风情万种地笑了起来，我这就去拿。周鑫两眼放光，口水恨不得流了下来。我恨得牙根痒痒，发誓只要周鑫打开衣柜的门，我就用扳手抱了他的头。他走路的姿势有点怪，就像喝醉了酒。周鑫的脚步越来越近，我的后背再次发凉。在距衣柜不足1米处，周鑫突然停了下来，眼睛一翻，一头栽在地上。我心头一紧，用力扣着手心，理智告诉自己不能出去。女人一脸平静地站在那，嘴角噙着一抹诡异的笑容。周鑫一头扎在地上后便不再动弹。女人蹲了下来，就这2把刷子还敢劈腿，真给男人丢脸。她说完这句话，突然看向衣柜，冲着我挑了挑眉。我吓得魂都丢了，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。好在女人并没有打开衣柜，而是转身进了厨房。紧张的气氛随着她的离开冲淡了一些。我不知道女人接下来要做什么，直觉告诉我，女人给周鑫喝的红酒有问题。我想把周鑫叫醒，担心声音太大会引起女人的注意，只能拉开一道缝，伸长手臂借助扳手推了推周鑫，可他连眼皮都不眨一下。女人很快从厨房里走出来，手里多了菜刀和电锯，身上多了一条围裙。她想干什么？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。女人再次看向衣柜，不过眼神有几分温柔，还调皮地吐了吐舌头。我感觉衣柜里的温度又降了2度。她又走向客厅，打开电视，调了一档娱乐节目，并把声音放得很大。这个节目不错，女孩子都会喜欢。她的话就像是说给我听的一样，我的头皮不禁发麻。接下来的画面让我永生难忘，毛骨悚然。女人拉开了电锯，竟然把周鑫分尸了，整个过程干净利落。
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，恐怖使我的每根骨头都在发抖，面如土色的捂住了嘴巴。女人将尸块打包拎出了房间，然后开始擦拭地板上的血迹。警察，我要报警！麻区小区1204发生了凶杀案，我是小偷，目前躲在衣柜里，快来救救我！我颤抖着编辑完这段话发了出去，祈祷着警察在女人发现我之前可以赶到。只见女人收拾好后，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，轻轻说了声好困，然后躺在床上拉好被子。我祈祷着她赶紧睡着。很快，床上传来了女人轻微的呼噜声。我打开一道门缝，估算着逃跑的可能性。女人突然睁开眼睛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戏谑，仿佛在说你就是我刀下的下一块肥肉。无尽的恐惧感让我一下子从衣柜里掉出来。女人坐起身，笑眯眯地看着我。怎么不躲了？我还没玩够呢。她竟然把之前发生的事叫做完。别杀害我，求你了！我瘫坐在地上，带着哭腔哀求她。我怎么舍得杀你呢？有了你，增添了我很多乐趣。女人勾着我的下巴，慢条斯理地说：从来没有人欣赏过我杀人的过程，你是第一个，是不是很荣幸？看着她兴奋的表情，我确定面前的女人就是个变态。我眼眶含泪，颤抖着说：我不行，真的，求你放过我！放过你？你已经看到了我行凶的过程，杀你灭口和做我忠实的观众，你只能选一个。我不会说出去的，真的，请你相信我。我哭着对她说：闭嘴！她突然变得暴躁，一巴掌把我扇得晕头转向，脸上火辣辣的疼。我给过你活下来的机会，既然你不珍惜，那就怪不得我。说完，女人举起刀朝我的脸砍了过来。我惊恐地尖叫了一声，直接晕了过去。醒来时，我的头如针扎一般疼，周围也是一片陌生。回想起之前的一幕，我赶紧伸手抚摸自己的脸，没有伤口，也没有痛感。难道我真的死了吗？你感觉怎么样了？一个警察模样的男人出现在我的视线里，我戒备地看着他，用被子裹紧自己。你不用害怕，你已经安全了。接到你的报警信息后，我们迅速出警，罪犯已经伏法。听完警察的话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活着的感觉真好。那个女人太可怕了，想到之前发生的事情，我依旧瑟瑟发抖。后来了解到，女人因为被背叛，一怒之下杀了老公，之后便将那些垂涎她美色的男人骗回家，再杀掉他们，来满足自己的快感。周星就是那个精虫上脑的可怜虫，他通过家里的监控一早就发现了我的存在，我就像小丑一样，在他面前丑态百出，而我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。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做小偷了。为什么他总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家里？我是一名婚纱店的店员，刚准备下班就接到了男友的视频。就在我们隔着屏幕甜言蜜语时，却看到男友神色慌张，一脸愕然地盯着我。怎么了？男友眼珠子来回转动，却没有开口，用手指了指我的身后。我瞬间后背一凉，猛地转过身去，在距我脸很近的距离站着一个人，漆黑空洞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。我尖叫出声，手机也掉在地上。男友在那端着急地问我怎么了。这时，女人的身后闪出一张熟悉的脸，是老板。这是我新进的模特，哈，不好意思，吓到你了。老板将模特摆放好，我压了压惊，点点头。老板走之前对我说：快下雨了，你也早点回家吧，女孩子晚上不安全。他刚说完，一股阴冷的风刮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老板离开后，我的心里隐隐不安，看着那个模特，好像冲我翘了翘嘴角。我瞬间头皮发麻，赶紧锁紧店门，溜之大吉。次日天还未亮，电话铃声催命似的响个不停。谁啊？我闭着眼，一脸起床气。你昨晚没关店门。老板阴郁的声音让我睡意全无。关了呀，我昨天锁好门才离开的。店里失窃了。什么？我的心颤了一下。报警了吗？没有。老板烦躁地说，店里被盗了。老板却不报警，是脑袋秀逗了吗？丢了什么吗？丢了件婚纱，还有我刚买的那个人体模特。听了老板的话，我整个人是懵的。这个贼不会是个变态吧？我皱了皱眉头，挂断电话，赶紧起床洗漱，推开浴室的门。突然，一张脸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吓得尖叫着踹了对方一脚，哐当一声，那人倒在地上。我浑身颤抖着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眯着眼睛看过去，这不是店里的人体模特吗？他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家里？自己长腿跑过来的，还是有人故意想要整我？无论是哪个原因，都足以让我毛骨悚然。我硬着头皮把模特搬回了店里，告诉老板模特是在垃圾场找到的。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人体模特莫名跑进家里的阴影，一直挥之不去。于是我辞掉了工作，住进男友的家。入住第3晚，又是狂风暴雨来袭，我有些胆怯，
可男友远在千里之外，鞭长莫及。一阵沉闷的敲门声将我吵醒，手机上显示时间清晨4点30分，我的心中掠过一丝恐惧，支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。漫长的等待后，敲门声终于停止，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蹑手蹑脚地下了床，顺着猫眼向外看，走廊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我睡意全无。打开了客厅的灯，地板上莫名出现了一排湿漉漉的泥脚印，我的头皮瞬间发麻，用力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叫出声。脚印延续到书房，我屏住呼吸打开门，书房里一个单薄的女人背对着我。你是谁？为什么来我家？我不敢太靠前，咬紧牙关问她。女人没有任何反应，我又重复了一遍，女人依旧没有回头。直觉告诉我有些不对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朝她走了过去。在看清她的脸后，我发出凄厉的叫声，又是那个人体模特。警察赶来时，我都没有缓过来，他们对地板上的脚印进行了取证，竟然发现那是我的鞋印。绝不可能！我激动地辩解。宋女士，不久前警方接到婚纱店老板的报警电话，这是店里的监控画面拍到的。警察从容地对我说，画面中我麻利地用石头砸碎了婚纱店玻璃，然后进入店里，目标明确地将那具人体模型抬了出来。一定是哪里弄错，这绝不可能是我！我用力捂着脑袋苦涩地说，那你跟我走一下，配合调查。后经医生诊断，我才知道我患有梦游症和应激创伤失忆症。1年前的4月30号，我和即将结婚的闺蜜开车去旅行，旅行途中，闺蜜为了保护我，丧生在坏人的刀下。这个人体模特神似我的闺蜜，而那晚也在下着大雨。嘘，别出声，楼下有人。我睡得正熟的时候，男友突然捂住了我的嘴巴。我睁开眼睛，看到的是他在黑暗中恐惧的双眼，他的手紧紧地捂住我，手心很湿，看得出他非常紧张。我看了眼床边的闹钟，现在是凌晨1点半。我们住的是复式公寓，房门是统一的密码锁，楼下大厅有保安24小时守着。但现在男友却告诉我楼下有人，房间的门依然紧闭着，却没有上锁。我看到从房门底下的缝隙里透出来了一丝光亮。我们习惯很好，而且都有一点强迫症，睡前会反复检查楼下的灯是否忘记关了。临睡前我还特意看了一遍，我记得很清楚，灯是我亲自关掉的。而现在楼下有一个人打开了灯，是小偷？不，小偷不会这么堂而皇之的开灯。莫非是入室抢劫犯，或者是连环杀人犯？我脑海里瞬间闪过无数念头。男友压低声音告诉我，他要去锁门，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我们房门的钥匙是插在锁眼上的，要锁门必须要先把门打开，然后拿进钥匙再锁上，这不可避免的会发出一点声音。我紧张的冷汗都冒出来了。当然，我在第一时间就报了警，通过短信的方式，警察很快就回复我了，他们已经往这边赶来的，但是需要半个小时。这间公寓是我和男友租来的，我们没有家物业微信，也没有楼下保安的电话。这半小时很可能我男友开了门之后，楼下的人就察觉到了。半小时足够他把我们2个杀死。我拉住了男友的手，满脸都是惊慌。男友也很紧张，他嘴唇都在哆嗦着，但是还是安抚性的拍了拍我的手。我看着男友小心翼翼地往门边走去，他先是趴在门缝下往外看了一眼，然后对我摇了摇头，用口型告诉我现在走廊上没人。我没有松一口气，整个人背都绷得直直的，竖起耳朵听着楼下的一举一动。楼下传来了轻微的响声，那声音听上去很奇怪，就像是用指甲在挠什么的声音。再然后是行李箱拉链被拉开的声音，楼下那人在翻找行李箱。男友开了门，迅速地抽出钥匙，然后关上门锁上。我们俩都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但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发出了一点声音。我只能拼命祈祷楼下那人没有听到，但是很可惜，他似乎听到了，因为我们听到了上楼的声音，哒哒哒，脚步声很沉重，应该是个男人。我看了眼时间，离警察到达的时间还有25分钟，而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朋友和认识的邻居可以帮忙。男友为了以防万一，让我藏在了床底下。我拿着手机，浑身发抖地钻了进去。此时离警察到达的时间还有20分钟，而我们都清晰地听到那个脚步声戛然而止，仿佛停在了门口。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了，额头冷汗不断地流下。这时门口响起了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声音，出出。听到这个声音，我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，从精神紧绷一下子松懈了下来。这声音我非常熟悉，是我的最好的男性朋友蒋杰的声音。他是一名交警，蒋杰作为我的朋友，和我以及男友都认识。之前我家猫还没送人的时候，蒋杰经常在我们出差的时候帮我们喂猫，因此他也知道我们家的密码。虽然不知道蒋杰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不打招呼的过来，但我紧提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。我正准备从床底下钻出来的时候，就听到蒋杰语气十分凝重地说道：“初初，云泽在房间里吗？”云泽是我男友的名字。我刚要开口回答，一只手突然伸了过来，捂住了我的嘴巴。是云泽。此时他的表情十分的异样，对我摇了摇头。我听到蒋杰继续说道：“初初，接下来我说的话你一定要听好了。如果云泽回来，你一定不要让他进来，马上报警。”我愣住了，下意识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蒋杰沉重地说道：“刚刚北城路发生了一起交通逃逸案，受害人是一个60岁的老人，肇事者不小心撞伤他之后，非常恶劣地碾压了3次，造成老人死亡。我刚刚看了监控，肇事者是云泽。云泽骑车逃跑了，我猜想他也许回家了。”我整个身子都冰冷了下来，我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云泽，这个向来非常温和的男人。
他是温和的陆律师，是路上碰到生命垂危的流浪汉都亲自给他做人工呼吸的男人。我怎么都不相信云泽会肇事逃逸，还会如此残忍的活活将一个60岁老人碾压致死。可是蒋杰也没必要骗我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。在认识云泽之前，我有困难的时候，是蒋杰第一时间出现在我身边。我呼吸急促地看着云泽，眼神迫切地向他求证。云泽叹了口气，伸手想摸我的脑袋，却被我躲开了。他沉默着在手机上打下一段话：初初，你相信我，杀害老人的不是我，是蒋杰。当时我看到了蒋杰的车牌，我没有选择报警，是想要给他一个机会。现在想来，蒋杰当时便发现了我，他是过来杀人灭口的。这段话让我再次迷惑了起来，一时间我不知道该相信云泽还是蒋杰，但心理上我还是倾向于相信云泽。我冷静下来，想起了之前听到的行李箱被拉开的声音。经常出差的我，习惯性的在行李箱里放着一把水果刀，用来削水果。这个习惯，蒋杰和云泽都一清二楚。为什么蒋杰要拿一把刀上来？难道真的如云泽所说，蒋杰是过来杀人灭口的？深夜，卧室的门把手被人不断的拧动。初初，你开门！刚刚我收到一个关于云泽更重要的消息，你让我进来。门把手被人拧动的速度越来越快，蒋杰的语气越来越焦急。让我进来，白初！我害怕的躲到云泽怀里，然后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。这股血腥味是从云泽身上传来的，和一股香味混在了一起，让我有点作呕。我缓缓松开了云泽，抬头看向他，为什么今晚突然喷了香水？云泽看着我，无奈地说道：我确实是为了掩盖身上的血腥味，不过不是蒋杰说的那样。白初，你相信我吗？我看着云泽的眼睛，那是一双眼型非常温柔的眼睛，微微下垂。你身上怎么会有血腥味？我冷静地问道。云泽叹了口气，向我展示了他的手臂。我这才发现他的手臂上竟然有一道长长的伤口，这道伤口上面贴了创口贴，但依旧有淡淡的血迹从上面渗了出来。下班的时候看见一个小猫卡在缝隙里了，抓它的时候被它抓伤了。云泽淡淡地说道。这听上去非常像云泽的作风。云泽就是那种十分心软，看见路边的流浪动物都会投喂的性格。我觉得我简直是一个不称职的女朋友，哪怕云泽跟我解释了半天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依旧是撕开他的创口贴，确实是动物抓伤的痕迹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十分抱歉地看着云泽。云泽，对不起，我太忙了，所以没有注意到你的伤。云泽摸了摸我的脑袋，温柔地笑着看着我。门外的蒋杰应该听到了云泽的声音，他转动门把手的速度越来越激烈。初初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云泽的话。云泽，你他妈真的是一个人渣！他手上的伤口根本就不是猫抓伤的，是那个老太太。云泽撵了他3次之后，下车去看他到底死了没有。那老太太还剩最后一口气，就死死地抓住云泽。初初，你不是警察，你真的能分辨得出人和动物抓伤的区别吗？外头的蒋杰越说越激动，开始疯狂用刀在门上刺了起来。蒋杰的话让我对云泽又开始升起了一点怀疑，但只是一点。我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，距离警察到来还有15分钟。我开口道：蒋杰，我们都冷静一下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还有15分钟就会过来。外头的声音戛然而止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蒋杰嘶哑到极点的声音响起：白初，你为什么要报警？这句话让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。蒋杰，你真的杀死了那个老人？我的声音充满了寒意。我认识的蒋杰就像一个小太阳，温暖着身边的人。我没有，是云泽。外头传来蒋杰的吼声：你不能让警察进来，你不能！我不想与蒋杰多说什么，冷静地等待警察的到来。云泽坐在我旁边，握住了我的手。突然，我看见衣柜开了一条缝隙，衣柜一直放在房间里，里面放着的是我和云泽冬天的衣服。我至少有1个月没有打开这个衣柜了。此时，我的眼睛余光看见衣柜的那个缝隙里有一双惨白的脚，我的心脏剧烈跳动了起来。我缓缓抽出了我的手，不自觉地离云泽远了一点。此时，距离警察到来还有12分钟，我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往外释放着寒气。我手指紧紧地蜷缩在一起。云泽，衣柜里是什么？说完，我死死地盯着云泽的表情。云泽似乎早就意识到我会问这个问题，他站了起来，没有丝毫隐瞒地拉开了衣柜的门。衣柜里放着一具人体模型，刚刚我看到的那双惨白的脚正是这具人体模型，但我的紧张却丝毫没有缓解。我的男友为什么会瞒着我在衣柜里藏着一个人体模型？云泽解释道：初初，还记得我上周接了一个凶杀案的官司吗？这个官司我听云泽说过，一个男孩被判定杀人，但男孩却坚持声称自己没有杀人。男孩找到了云泽，要求他为自己辩护。云泽继续说道：所有人都认为那男孩杀了人，包括警察，但是我不这么认为，我相信他没有杀人。这人体模型是我用来做凶案模拟的。云泽的表情一如既往的真诚，就像我当初与他相遇一样。他在一个地铁站里扶起了不小心崴到脚的我。我选择了相信云泽。此时距离警察到来还有8分钟，只要再坚持8分钟，真相就大白了。外头的蒋杰似乎放弃了破门而入，但他随之而来的话却让我再次沉思了起来。白初，你真的了解云泽吗？我和云泽谈恋爱这1年，我对他的工作了解很少，更没有他同事的联系方式。现在想起来，云泽从未带我见过任何朋友。云泽是一个孤儿，没有父母，他一直在孤儿院长大，然后靠着自己的实力通过了法考，又一步步从实习律师到了现在的金牌律师。所以我一直很佩服云泽，也很庆幸我有一位长相工作都上乘的男友。我们3观更是契合无比。人的感情是很自私的，虽然我和蒋杰有10来年的感情，但我依旧选择相信了云泽。初初，我知道你很难相信我，我现在就把证据发给你。云泽他一直在欺骗你。蒋杰愤怒地说道。我的微信响了好几下，蒋杰把所谓的证据发给了我。我抬头看云泽，云泽眼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。
我看到他的手放在了睡衣的口袋里，那里凸起了一个形状。我的嘴唇哆嗦了几下，脚步缓缓地朝着门边靠近。我一边注视云泽的举动，一边看了眼微信。